来，二位翻看。谢谢。好，两位好。给我开2个房间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本来还有2间，他们开走1间，只剩1间了。那好吧，把那1间给我们。哎，就剩1间房了，我们2个怎么住啊？不然你想怎样？你要不愿意的话，我住在这里，你自己回城。这男女朋友还怕什么呀？二位还没吃晚饭吧？我们这里有农家菜，要不给你们安排一下？行啊。好，稍等一下啊。哎，老板，这儿招聘啊？对，怎么有兴趣啊？我觉得这儿环境挺好的，世外桃源。有机会啊，我一定会来的。而且呢，我的专长就做导游。好啊，随时欢迎。我们常年找导游。一言为定。啊，一言为定。在你的老板面前，你还想着跳槽，你胆子太大了吧？我又不会在漫威待一辈子，而且这儿环境这么好，多适合我呀。您看。难得吃到这么美味的农家菜，还有家的味道。这场雨还有意外的收获，不错。这些都是农家菜，你这种大少爷肯定没吃过，当然觉得独特喽。唉，我能够做老板，你只能做导游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有钱没？本钱可以理解为资本，还可以理解为商业眼光。你过来，你看看，此河此雨，还有这清新的空气，纯天然的氧吧，还有纯天然的绿色食品，这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最稀缺和最向往的。如果我们把5星级的设施搬到这里来，就能增添一块新的产品内容。所以说，你要开发这旅游路线？这里的自然环境那么好，如果建一个现代化的星级酒店，会破坏环境，也会大煞风景。所以另辟蹊径，在这里收购或者合作，把这里的农家客栈改造成外观与自然环境合一的民宿，必大有前途。哎，挺好的，情人节的时候还可以做下推广，不错。哎呀，现在才8点多，真安静，仿佛回到了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农耕时代。好吧，那我就当一碗农夫，我需要早点睡觉了。走了一天的路，实在是太累了。你睡这张床，那我怎么办啊？还用考虑吗？当然是我睡床，你睡，你可以打地铺啊。我看到那边不是还有一床被子、一个枕头，去吧。赵皮，要是不当赵扒皮，怎么能享受这么舒服的大床呢？伸伸胳膊、伸伸腿的没问题，还可以滚来滚去。吵死了，烦。
赵总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谢谢。你知道吗？别人都以为我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幸运儿。其实我小时候，我家也是普通的平民。记得那个时候，爸爸妈妈很辛苦的工作，每天早上很早就出门了，晚上很晚才回来。我的童年基本上就是一个人，没有幼儿园，没有朋友，只有孤单的陪伴。然后他们两个没日没夜、无休止的争吵打架，终于有一天，在那个电闪雷鸣的晚上，母亲将父亲赶出了家门。我向着窗外拼命地哭喊着：“爸爸！”他还是走了。那后来呢？再也没有回来。父亲的样子越来越模糊，梦里已经看不清他的长相了。然后他们两个没日没夜、无休止的争吵打架，终于有一天，在那个电闪雷鸣的晚上，母亲将父亲赶出了家门。我向着窗外拼命地哭喊着：“爸爸！”他还是走了。那后来呢？再也没有回来。父亲的样子越来越模糊，梦里已经看不清他的长相了。树洞先生，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这首曲子吗？因为它能让我触摸到逝去的亲人，但不会沉溺于悲伤，给我一种勇敢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。树洞先生，也许你无法体会失去至亲的伤痛。我能。树洞先生，我明白了，我们都是内心寂寞的人，因为想念亲人而寂寞。走吧。啊，去哪儿啊？带你去个地方。喂，等等，等等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穿鞋。两杯茶，你喝点什么？2杯长岛冰茶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哎，他还在这儿，真好。看不出来你竟然爱喝这么烈的酒。看不出来吧？我以前可是朋克少女。嗨，少吹牛了。哇 ，Lou Reed 的。外面世界很精彩。我觉得成龙在这部电影里面实在是太惨了。谁说的？我觉得金城武比较可怜吧。你是怎么知道这里的？我之前带团的时候呢，来过这儿。我特别喜欢这儿的歌手，他能把这首歌唱得特别深入人心。确实不错，我也挺喜欢的。我觉得应该把咱们这个地方呢放到我们的那个攻略里面，这样的话文艺青年应该会很喜欢的。要是我的话，我就不会这么做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最喜欢的地方应该像秘密一样把它守住，以免游人太多玷污了它的纯粹。啊，我觉得你这想法是不对的。快乐嘛，就应该分享给别人。真幼稚。
小气。外面的世界很无奈，让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。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。每天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好，谢谢我们小马哥的精彩演唱。耶！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一件开心的事儿。今天呢，是我的好朋友宁夏女士的生日。她的同伴呢，赵丹乔先生，今天要演唱一首《Perfect Day》，送给我们美丽可爱的宁夏女士。不，哎呀，来，我不行。唱一个。来，看来我们大家的掌声不够热烈呀，掌声再热烈一点好吗？赵丹乔。Such a perfect day. Drink a sangria in the park. And then later, when it's getting dark, we go home.有这么好笑吗？那可不，没想到不可一世的赵总居然是一个音痴。哎，像我这种帅哥还需要唱歌吗？只要站上台就能迷倒一片。想当年在大学时候的我，哎呀，行了，自大狂，真的是好汉不提当年勇。今天真的是你的生日。我要不说是我生日，你能上台啊？好啊。不管怎么样，谢谢你。不过没关系，反正今天的酒钱呢，你报销。哦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公司有一项新增的财务规定，业务之外的消费，公司都一律不给报销。赵扒皮，你翻脸，你翻书还快，你忘恩负义，去死吧你！我明天就换酒店，不跟你住一起了。路上赶过来还是比较辛苦的啊。趁现在可以去玩玩。真的。黑酒店集团的孙董事长预约洽谈订购事宜。11点，高尔夫协会周会长商讨蓝桥高尔夫俱乐部承办的高尔夫精英大赛，然后共进午餐。下午1点半，拜会省旅游局新任局长。4点到达机场去北京。董事长，昨天晚上没休息好。岁月不饶人呐。原本像我这个年纪的女人，就应该在家里颐养天年，把产业都交给儿女来打理，自己在家里带带儿孙。可惜我那不争气的儿子呀。你也快40了吧？啊，碰到对自己好的男人，赶紧把自己给嫁了。
一个女人独自在外面打拼，这个日子的确不好受。哎，董事长，电梯来了。洪金瑶最近有什么动静？他还在打宁新的主意，想挖他去爱德华新成立的品牌管理公司。他动心了？没有。珠宝秀暂时告一个段落了，宁新也就不再负责相关事务，包括生活管家。这样吧，你通知人力资源部调宁新来董事长办公室。你也需要一个助手，他来了之后可以帮你分担掉一些杂物。是，董事长。先生，早上好，这是您刚洗的衣服跟账单，麻烦您签收一下。好的，稍等。谢谢。早上好，马总。是的，是的，我们下午去打球。哈，您太客气了，哈。好的，那我们就按照原计划进行吧。好的，谢谢，再见。赵总啊，你现在的球技见长了。哈哈，你又在夸我。我的秘书啊，他也会打高尔球。你看一下，我们组个队 PK 一下。好啊，没问题。先休息半小时，然后再开始。OK， 我们一会儿见。好的，一会儿见，拜拜。小峰，我不会打。现学现卖呀，你能学到什么程度还要看你的资质了。待会儿你丢人现眼可不关我的事情。半个小时我怎么学呀？我现在教你呀。我真的不行，赵总，你看我来吧，来吧。这是球垫，站上去。7号点。好，拿着站。放那么高干嘛？放低一点。拿好了，像我这样，啊。双腿与肩同宽，瞄准球，不是这么握的，像这样，交叉，握紧了，好，差不多。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好，顶顶球，向前推，好吗？走，看到了，就这么简单，自己试试。我试一下。试着上杆。哇啊！你怎么搞的？你是别人过来杀我的吗？别打了，真是笨。赵总，赵总。妈，您来了，快里边请。老婆，老婆，咱妈来了。妈，哎，妈，我想死你了。快坐，快坐，快坐。妈，这大老远的，你这一来一回的，你身体吃得消不？说什么呢？你妈又没7老8十了，坐个公交车过来挺方便的，累不着啊。妈，喝水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开业啊？开业啊，必须跟我老婆生日一起开业，因为小德影楼跟小德必须是同一天出生。是呀，哎，小德，生日快到了啊！开业那天啊，
妈，请客去找个餐厅，大家一起热热闹闹、开开心心吃一顿，这叫好事成双。哎呦，好大的口气呀！妈爸，你们来了，快坐。你请客，再怎么说也轮不到你啊。儿子，哎，爸，喝水。开业那天怎么安排的？老实跟妈说说呀。妈，这事儿就不用管了，我都跟我老丈母娘商量好了，一切听我老丈母娘的。什么？你没脑子啊？小德第一次过咱们家，当然是妈来操办，要不然被别人说话的。我说潘月云，你有意思吗？我这刚跟女儿和女婿商量好的，你这不是诚心来捣蛋的吗？谁捣乱呢？这么大的事儿不跟我们商量，暗箱操作啊！现在啊是讲法治社会，公平、公开、公正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亲生女儿的生日，当然由我说了算了。以前是，现在可不是了。小德现在是我们宁家的人。老话说啊，嫁狗随狗，嫁鸡随鸡。妈，什么狗啊鸡呀鱼啊，你当着动物园呢？哎，我说啊，都是一家人啊，和和气气，大家好商好量。就是。对，咱们好商好量的。其实我这个生日啊，过不过无所谓的，就是开业嘛，咱们大家聚在一块儿热闹热闹，咱图个吉利不是吗？小德啊，咱们呐不必争。小德生日，小德影楼，当然小德说了算。小德，你说呢？我呀，我没什么意见，要不然就听我老公的吧，啊？听我的呀？要不然等我两个姐姐来了，咱们一起好好商量商量，好不好？哎，不行，你们家那两个丫头厉害着呢，来了肯定向着你们，今天就要定。要不然就听您的吧。你看我们小德真有眼光啊，找个这么好的女婿。哎，关键时刻女婿还是向着丈母娘的。俗话说，一个女婿半个儿，一点都没有错。臭小子，像谁呀？一点都没骨气。像谁？像我老爸呗。哎，臭小子，拿我开涮啊？没有。跟你妈拿包，我愿意。爸妈，刚才我妈都说了，她听我的。要不然这样吧，咱们吃饭的地方咱们一块儿想，然后请客的这个钱呢，咱们就一人一半。那也行，这样行不行了？行。哎，志远，哎，你大姐、二姐来过吗？啊，那个我大姐来电话了，说她最近挺忙的，可能忙完再过来。我二姐呢，今天从外地出差回来，可能晚点过来。你还笑？赵总，这样好像圣诞老人。圣诞老人？我要是圣诞老人的话，早就拿驯鹿撞死你了。赵总，我说我不会打，你偏让我打。我怎么知道？你居然这么蠢啊！你是不是期待这一天很久了？我让你打球，没让你打我。赵总，我怎么能是这样的人呢？你别这么想。哎，不过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咱们又不用跟他们打了。把你招进公司这件事，就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事情。您不是还活着吗？以后说不定还有更后悔的事儿。我活不了多久的。好心教你打球，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赵总，你说什么砸不砸脚的呀？哎呀，来了，谁呀？我。
二姐，志远，我来看你们了。欢迎啊！姐，小德，小德。哎呦，我打球回来饿死了。哎呀，这么多好吃的呀，太丰盛了吧！二姐，咱晚上喝点啊。哎，没问题，这么多好吃的，多喝几杯。哎呀，这儿还挺像模像样的，肯定能赚大钱。姐，这不多亏你吗？又出钱又出力的，要是没你的话，我估计我们这个影楼都不一定开得起来呢。哎，别这么说，还得靠你们自己。谢谢你。哎，又谁啊？大姐，今天怎么了？全来了。小夏姐，怎么这么巧？多亏我多拿了1副碗筷，我掐指一算，我大姐就来。来，你们这效率可真高，这么快就能。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呐。一人1瓶啊。嗯。你别喝啊。知道了。来，庆祝我们影楼第一天开业啊！干杯！你们俩怎么样？最近？特别好。自从我俩搬来以后啊，我那俩妈是天天往这儿送菜啊。那天非逼着我吃羊肉，逼着我老婆吃甲鱼，我们俩正愁呢，不吃哪个她也得罪人呢。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强，耗子哥来了，还带俩兄弟，全给吃干净了。吃完之后啊，那俩妈脸色都绿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她心疼啊。你俩多幸福呀，两边的爸妈都这么疼你。姐，你啥时候搬家里住啊？你搬家里住哦，咱妈也能分散她注意力呀。姐哪舍得回去呀？她现在可是住5星级大酒店的人。是吗？其实我最近在想着要不要搬回家住，因为公司把我的工作调动了，我现在帮董事长做事儿。你怎么样，小夏？最近？我今天跟赵总出差回来。你们两个出差？嗯。不会跟他说你网上的身份吧？没有。哎，什么赵总，什么网友，什么揭穿，我怎么听不懂啊？小孩别管大人事儿，快吃饭。来，吃饭，吃饭吧。来，吃。吃饭喽！哎呀，这菜看起来就很可口。哎，小德，你说你看上志远哪一点了呀？娶到你这么好个老婆，又会做菜，性格又好。我也想不明白。我想一下，我也想不明白，为什么？你们俩呀，一点都不了解我，我优点很多呀，没钱、没房、没车，啊，这是缺点啊。但是我有一颗爱我老婆的心呐。你还有一张会说甜蜜的嘴。太肉麻了，这两个人真是。快吃这个，我拿手菜。好。你说，牛郎织女1年只能见1次，但却可以恪守爱情的承诺，不离不弃。但现代人呢，明明有 QQ、email、WeChat， 有手机，可以天天见面，随时联系。但是恋人之间的关系却那么脆弱。所以说，爱情不在于距离，在于心与心的感应。小夏，你再帮我一个忙，你黄小豆的身份我要再用一阵子。因为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，我还要拜托到赵丹桥。你放心，我很快会把这个身份还给你，到时候我也会和他解释清楚。行吧。
树洞先生，咱们明天见吧。好，明天见。你们这次开心什么呀？啊，太让我失望了！我可是听朋友介绍才来你们这儿的。你们做了这么多次方案，没有一次是让我满意的。李小姐，您的要求呢实在太抽象了，不仅我们实施起来会有难度，而且效果也达不到您的预期设想呀。我花那么多钱，不是来听你说这些的。这里面什么情况？这个叫米七月的客户啊，实在是太难搞了，光设计方案就改了10几次，他设计师都快撂挑子不干了。说这怎么办呀？这什么案子啊？蜜月旅行。蜜月旅行。哎，要不交给我吧？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这姑奶奶太难伺候了，她每天的想法天马行空，你可别往这火坑里钻啊！没问题。真的？我跟北方呢要手牵手，站在悬崖边上，后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，好像全世界只剩下我们2个人。然后北方低头吻我，海鸥从身边飞过。哎，得让摄影师帮我拍下这一幕啊！等以后结了婚，我就把这照片挂在床头上。米小姐，你这说的画面还挺美的哈，是吧？你也觉得？是，但是现在这生态环境要找这么多海鸟还真不容易，而且跟小动物接触起来呢，虽然说想象中挺好的，其实啊可麻烦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之前啊有一对客户说要去看北极熊，我们就千方百计在北极给他安排了住宿的地方，到最后这俩人他们都没有敢接近北极熊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我这一接近还不得被吃了呀？不会吧？我看网上那些北极熊的照片，那都是萌萌哒。网上照片那可不都萌萌哒吗？但是真实时候真的不是这样的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还有一个客户说要找那个吴宇森电影的感觉，我们就给他在旅游的地方找了一个厂房，改了一酒店，他们不满意啊，说要那个什么，就是一堆鸽子从背后哗一下飞起来的感觉，我们就给他找了一个广场，到最后一张照片没拍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呀？这姑娘打鸽子屎都来不及呢。到底想说什么？李小姐，您接受后期嘛，P的跟真的一模一样。不接受，我花那么多钱，你姐姐鸟都给我弄不来。其实鸟呢也不是找不到，但鸟跟人不一样啊，这不听使唤啊。那不就是啦？你也知道你是人，他们是鸟，他们还能不听你的？这说的，那这样吧，我们尽量给你安排哈。但是现在时间紧急，怕跟想象中不一样，没有那么完美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就别啰嗦，你就去找吧。啊，对了，我呢在旅行之前还想做一个订婚派对，这个也交给你们做吧。订婚仪式？哎，李小姐，我们这个是旅游公司，不是婚礼公司。我这又不是婚礼，这只是一个演习，为以后正式结婚做准备的。我这一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，必须得绝对的完美。你就当我现在就开始旅行了，这个订婚仪式呢，只是整个旅行中的一部分。行，那你有什么要求吗？反正地方得大，环境得好，什么鲜花气球都给我铺上。现场得请个乐团，全程演奏，别弄个 iPad 就在那儿放，太 low 了。还有停车的地方得方便啊，到时候我们北方的客人
可都不简单。摄影师，对，摄影团队必须得专业，必须把我拍得美美的，一次不行，咔要重来。这照片可都是留给外人看的，必须得做到绝对的完美。行，米小姐，那您的要求我们都记下来了。这样吧，我们先安排好场地和设施，到时候您可以过来看看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。行吧，那就交给你们了。我先走了。不送了啊。喂，蚊子啊，我们这儿有一个那个蜜月旅行跟拍啊，可我不差钱儿。我跟你说这不会是米七月吧？当时我帮他拍写真，真烦死我了，这活我接不了了。哦，行啊，谢谢啊。喂，我们这儿有个蜜月旅行跟拍。不差钱，就是那个米七月小姐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是那个米七月呀。哎呦，小佳，你看我这也挺忙的，你还是找别人吧。我这样。喂，那个我们这儿有一个蜜月旅行跟拍，对，就是那个米小姐，是。啊，不会是那个米七月吧？他们两口子太难对付了。小夏，我劝你也别接了。行。怎么一个都不接呀？喂，志远呐？喂，二姐，我呀约了我妈和我老丈母娘去饭店吃饭，商量一下小德影楼的事儿。你没事你过来呗。餐厅事情啊，咱先别说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这儿有个蜜月旅行跟拍，食宿报销，正好给你们的影楼带来第一笔生意，怎么样？没问题，姐，你介绍的活儿，价格不是问题。行，那就这么定了啊！老婆，我接了一大活儿，特肥的，走，带你上我吃的去。等等啊，干嘛高兴呢？什么活儿啊？就是我姐给我找了一个照相的活儿，但是呢要出差几天，你现在不是不方便吗？你说我去不去啊？多肥的活儿？真的啊？对呀。好兆头啊！这样的话，咱们小德影楼就真的是开业大吉了呀！老公，你放心吧，陪爸妈挑选餐厅这件事情，你交给我，完全没问题。走，带你上我吃的去。行，快。这电影会宴的菜都给我按照新的标准的，食材都给我当天空运的，不但好吃，摆盘还要好看，关键的是要有表演性。到时候给我找几个型男主厨过来，长得要像布拉德比特那种。哎呀，不行，太老了点。总之都干我最好的来，钱不是问题。你来了，米小姐。老公，我跟你说，我刚才在后厨还有宴会的所有事项都已经安排好了。行，你决定。到时候我跟我老公就从这儿走进来，然后呢，要一个那个从上往上的，然后很高的那个摇臂。对，摇臂啊，摇臂来几个大全景，然后呢，我跟我老公就跳着舞走进来。到时候记得给我那个撒花啊。然后把我拍美一点儿，最好要那个逆光的那种效果。再要那个从地上像那个火车一样推进来的，
轨道。对，轨道牌。老公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行，听你的。这订婚仪式也要伴郎伴娘啊？这个简单，你有好姐妹就可以啊。这一时半会儿的上哪找啊？一看就没朋友。小夏，你结婚了没啊？没有啊，单身。小夏，那就你做我的伴娘吧。我这样不好吧？得是好朋友才行啊。这有什么不好的呀？你又没有男朋友，又没有结婚。再说了，我是你的客户，你为我服务是应该的，对不对？再说我到时候你站1天，我给你1个月的工资好了。真的？那可以。好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小夏，你到时候呢就打扮的美美的，站在那里帮我招呼客人，说不定还能被谁看上，我还能促成一段美好的姻缘的。就这么办了。至于伴郎嘛，快，这个伴郎的人选我早就想好了，礼服都准备好了，就让马虎做我的伴郎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马虎是一只狗啊？人谁能穿你这衣服啊？马虎是我最亲密的朋友，他是我的宠物。不，这个不合适吧？你让人宁小姐怎么想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？马虎是我最亲密的朋友，而且他是我从小一起带大的，我就是要让他做我的伴郎。再说了，我亲戚朋友怎么看我？狗怎么了呀？有时候人还不如狗呢。反正我就是要马虎做我的伴郎。行，你马虎前马虎后的啊，那你跟狗过一辈子吧。你给我站住！哎，米小姐，别着急，我去追啊。啊，拿着看一下。米小姐，你让狗当伴郎，你太有才了。你有才呀！哎，米小姐，孙先生，别跟着我。孙先生，你别生气啊，你听我说。怎么了？孙先生，这都快要结婚了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？不就是结个婚吗？你看他在那儿，天天找茬，不是这个不行就那个不行。这个是我的君，那个是我的君，合着他这辈子什么都没干，光做梦了。哎呀，我特别能够理解你，但是哪个女孩不爱幻想啊？而且婚礼对女孩来说很重要的，最关键的是米小姐付出那么多心血，你好歹要理解一下嘛。我说的有道理吧？行，你们都是女人，我说不过你。我知道你也是这么想的，只不过需要个台阶下嘛。咱们先回去吧。要说这城里啊，最正宗的宝妈菜，说这是第二，就没人敢说第一。来，尝尝。哎呦，这蹄膀啊，可好吃了，甜而不腻。来，你吃。红烧蹄膀我也烧得来的，不说比得上它哦。哎，马马虎虎，味道还是不错的。下次我多烧点，让我们小德带给你家去尝尝。你叫小德，他学会了，以后可以经常烧给我们小眼吃了。妈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认真学。这样你们家小远就有口福了。哎，我们家小德不是我说的，学东西是最快的。他读书的时候，老师就夸奖他，哎呦，人嘛是调皮了点，脑子好机灵的。我哪调皮了？哎呦，还不承认呢？哎，你小时候那个天天皮的，比那个男孩子还皮，差点都要上房揭瓦了。这两个孩子倒是一互补。我们家小远啊，可从小就是安静，别人叫他出去玩啊，他偏要就在家里啊看书，赶都赶不出去。我觉得这家餐厅好像也蛮一般的哦。你看这菜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名堂，家里都说得出来的，还大老远跑到这里来吃。现在年轻人啊，都喜欢那个创意菜，是吗？哎呦，什么创意菜啊？一中一西，不伦不类，洋泾浜。我觉得啊，还是传统的菜好吃，合胃口。你
这个人就太保守了，还一成不变的守旧。老潘啊，我看呀，你应该多跟时代的脚步了。什么？我跟不上形势。我看书、看电视、看报纸，这是我每天的必修课。看电视啊？哦呦，每天在家抱着电视看，当心看出那个白痴病的。你会上网吗？会微信吗？要与时俱进。谁白痴病了？我每天还跳广场舞呢，蹦擦擦，蹦擦擦，锻炼身体呢。你们家老宁啊，真的是放心哦，还跳广场舞，跳广场舞的老头子可多了。你和我说什么？我去勾引老头子吗？米小姐，你家马虎好养吗？你也喜欢狗啊？我老婆喜欢，所以现在我呢在收集一些养狗的经验。你对你老婆还挺好的吗？孙先生对你也挺好啊，我看他天天陪着你。他对我，反正啊，他一点儿都不喜欢马虎，对马虎一点儿都不好，马虎看到他就害怕。你不要激动啊，孙先生爱屋及乌，肯定会对马虎好的，放心吧。你呀，别老那么挑剔，那么刻薄，要不再好的男人啊，也会被吓跑的。女人不都这样吗？我老婆就不这样。你对马虎那么好，说明你心地善良。你说你明明是豆腐心，偏用刀子嘴来掩盖。哎呀，看你整天老婆的挂在嘴边，你们一定很幸福吧？幸福是幸福，但是呢，也有一些小问题。你们也吵架吗？两口子哪有不吵架的？像你跟孙先生呢，肯定没有物质上的担忧，所以一些小事情呢，无限的被放大。我跟我老婆呢，都是普通家庭的，为生活、为工作努力打拼，肯定不会因为一些小事情而吵架。多好啊！两个相爱的人能为了未来一起去努力奋斗，想想都觉得温馨。要是换了你啊，这种生活你肯定过不了。才不会，至少有一个真心真意对自己好的人啊。我什么都没有，也什么也给不了他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对他好，还有努力工作，为我们即将出世的小宝宝而努力。你先坐着吧，我去工作了啊。对我来说，有一个全心全意对自己好的人，比什么都重要。老婆，我错了，都依你。其实我觉得马虎做我们的伴郎其实也不错，哎，多新鲜，说不定还能上一新闻呢，对吧？你刚才不是说马虎给你丢人吗？哎，其实我想过了，这会儿不是我俩结婚吗？对吧？跟我亲戚朋友有什么关系啊？真的？真的。老公，我刚才想了一下，让马虎做我们伴郎，确实有点不合适，要不我们算了。我觉得吧，现在是订婚仪式，咱们朋友结婚，现在都听你的，到时候我们结婚仪式的时候再商量。老公最好了。哟，欣姐，今天打扮的这么休闲啊？
我男朋友喜欢穿休闲装。哎，听说你跟刘董事长的公子在谈恋爱，是不是真的？听谁说？上次你们来酒店参加朋友的婚礼，可是手牵着手进来的，这可是爆炸性新闻。现在有谁不知道啊？公司上下。哎，欣姐，听说跟大款交往，不光要会撒娇发嗲，偶尔啊还得刁蛮任性。大款就喜欢这一块，觉得特有性格，特真实。是啊是啊，偶像剧里可都是这么演的呢。你们俩太八卦了。到时候啊，你就是蓝桥国际的时候，别忘了提醒我们啊。还望大少奶奶多多关照。行了，我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丹乔，刚才久等了吧？啊，还好，我也刚到。早知道让你多等一会儿了，反正等女人是男人的天职。你今天有什么事情吗？难得见你这么开心。对了，丹乔，等一下我们去吃西餐吧。洪小豆什么时候改变品味，爱上西餐了？我今天发了奖金，当然要庆祝一下了，总不能和你一样吃骨头堡吧？啊，原来是这样。对了，丹乔，我觉得我们在现实中已经认识了，你还叫我网友，这太奇怪了。这样吧，我们两个从虚拟世界中快点走出来，重新认识彼此。赵丹乔先生，我叫宁馨，以后请多多关照。好吧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叫你洪小豆了，我叫你宁馨。下面播送一条娱乐消息，会让所有文艺青年们都疯狂起来。My Little Airport 乐队将来我市举办演唱会。My Little Airport 的粉丝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那就赶紧抢票吧！天哪，终于等到这天了。树洞先生，告诉你好消息 ，My Little Airport 乐队要来喽！是谁把我的树洞偷走了？赵丹乔、宁馨，从今以后，谁又来和我分享我的快乐和悲伤？洪小豆对树洞来说真的重要吗？可能只是个网名而已。他背后真实的那个人，对树洞来说根本就不重要，包括他的喜怒哀乐，他的心跳和悸动。那树洞对洪小豆呢？赵丹乔对宁夏呢？重要吗？不然为什么他和别人走了，我会感到寂寞？真的很感谢你，丹乔，谢谢你这么痛快答应我，假扮我男朋友，让我能够在婚礼上挽回面子。举手之劳。对了，上次你说公司遇到危机，解决了吗？是的，都过去了。有时候我觉得心真的很累，所以不时的会与你倾吐烦恼。那是我最轻松、最快乐的时候。每天我回到家，我真的很累。好了，我们不要谈工作了，让我们谈一谈电影啊、音乐啊，以及彼此的秘密。丹乔，其实我们可以把这种快乐还有轻松延续下去。当然了，前提是你需要从虚幻的世界当中回到现实生活中来。前些天我去了一家音乐酒吧，居然听到了《Perfect Day》，真的是太巧了。你喜欢音乐酒吧？我觉得太吵了，我不太喜欢。我说《Perfect Day》，居然还有人记得这首老歌。怀旧这东西怎么说呢？我觉得就是个潮流吧，每隔几年都会流行一次的。
你不是喜欢这种音乐吗？哦，对了，丹乔，我有个很重要的事情都忘记告诉你了。我现在已经调到董事长办公室工作了。你说人和人之的缘分是不是很奇妙啊？这次我一定会努力，尽快得到董事长的认可。他的认可就这么重要吗？当然，他不单单是我的董事长，更重要的是，他还是你的母亲。丹乔，说实话，你是更喜欢网络中的那个我，还是现实生活中的我？在网络中，你给我的印象就像是一团火，又像个傻丫头，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热情。但是现实中的你，更加的理性，也更知性和独立。你要知道，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压力了，太多的竞争。即使我的内心是一个小女生，没有办法，我总是要用强悍的外表来掩饰自己。即使我的内心其实还是个小女生。是吗？可能我还没把你跟洪小豆完全对应起来。我相信，经过一段时间了解，你一定会了解到真实的我。丹乔，啊，静瑶，这么巧又碰面了。宁小姐也在啊。你们是网友聚会？冯总，我和丹乔现在已经不单单是网友的关系了。哦，是恋人关系。嗨，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。那恭喜你，丹乔，宁小姐是个好姑娘，不错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，不要让过去的情感把自己束缚了，是吧？我有朋友先走了。好。丹乔，冯先生刚才说的“摆脱过去的阴影的束缚”是什么意思啊？丹乔，我真的很想知道，树洞先生不是应该对洪小豆毫无保留吗？对不起，今天我不能送你了。前面有个路口，我把你放下，你自己打车吧。丹乔，你是怎么了？我是关心你，我希望你把你所有的不开心都告诉我，我可以跟你分担，这有错吗？抱歉，只能送你到这儿了。姐，这么晚过来啊？什么事儿啊？没事不能来找你啊，我还打算今天住你这儿呢。真的，太棒了！怎么这么晚不睡觉干嘛呢？哦，我正好拍了一些照片，做些资料，收拾一下。对了，小夏，你之前跟树洞先生聊天当中，有没有提到过他过去的感情史啊？没有啊，你怎么问这个啊？啊，今天跟他吃饭，他谈到这个话题，我一时答不出来了。今天你们有见过啊？主要是为了谢谢他之前假扮我男朋友，所以请他吃了顿饭。小夏，你们两个以前聊天都聊些什么话题啊？我们就聊些电影啊、音乐啊这些的。
坦白说，你喜欢他吗？无论是树洞先生，还是赵丹桥。说呀。其实我还挺依赖他的，不管是开心的事情还是难过的事情，都会跟他分享。他是最了解我的人，我什么秘密都会跟他说。哎，不过当我知道赵丹桥就是树洞先生的时候，真的吓我一跳哎！因为树洞先生是个很温暖的人，但是赵丹桥冷冰冰的。不过相处久了之后才发现，真正的赵丹桥和树洞先生是一模一样的。那也还是朋友了。这么说，到底是喜不喜欢？哎，姐，你问这干嘛呀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觉得我喜欢他了，特别是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，我觉得我越来越喜欢他了。所以小夏，我需要你把洪小豆的身份继续让给我，还要给我 APP 的账号和密码，让我更多了解他。姐，感情不是随便的东西，怎么能说让就让呢？我仔细想过了，这些年以来，我浪费了太多的时间，太多的青春在随然身上。我不在乎他穷，也不在乎他没有本事，但结果呢，我什么都没有得到。与其这样的话，我还不如找一个家庭条件好，结婚后又能大家羡慕我的男人结婚。目前来看，赵丹桥是最好的选择。所以小夏，你一定要支持我。姐，那你真的喜欢他吗？喜欢。那他喜欢你吗？现在也不确定，但以后一定会的。姐，我跟他说了那么多秘密，这些秘密都属于我的，你不能连我的人生和我的秘密都拿走吧？这跟人生有什么关系？我不过是需要你们聊天记录，这样的话呢，我就能更多的了解他，也能让他更快的信任我。这有什么呢？姐，我知道你受了很大的打击，但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很重要，你知道吗？不想说了，我要出去走走。小夏，王璐，你爱我吗？我知道，这些年你一直都喜欢我。不过呢，我就是个穷光蛋，我没房没车，也不能给你一个风光的婚礼。但是只要你愿意，咱俩现在就可以去婚礼现场。王璐璐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男朋友赵丹桥。大家好。啊，谢谢，恭喜恭喜！祝你们二位百年好合，还要早生贵子。如何带着狼狈、伤口和记忆，却像崭新的人那样从头来过呢？树洞先生，晚上好。今天我想问的问题是，在没有重启案件的人生里，我们到底如何从头来过？我觉得我喜欢他了，所以小夏，我需要你把洪小豆的身份继续让给我，
我不如找一个经济条件好，结婚后又能让大家羡慕的男人结婚。目前来看，赵丹桥是最好的选择。所以小夏，你一定要支持我。树洞先生，人世间的烟火会有多少次无罪的错失？怎样才能把悲伤从心里抹去？可以抬头望月亮，望着望着就忘了。洪小豆，世界上最远的距离，不是爱，不是恨，而是熟悉的人渐渐变得陌生。你在这里干什么呀？我来没事。你是不是觉得你刚刚把我骂哭了？现在我来帮你，觉得不好意思。但是我还有别的事情。这是命令，不是和你商量。没有可是，记住。行，反正都卖身照大屁。你说什么？大声！宁夏，我想跟你说声对不起，我还是希望你回到麦位工作。你敢？这又怎么样？哎，手机在我这。喂喂，干嘛？我就不给你。喂，哎，我在淋雨啊！不管不管我。哎，把伞给我，快！树洞先生，再见。树洞先生，再见。我仔细想过了，这些年以来，我浪费了太多的时间，太多的青春在隋然身上。我不在乎他娶我，也不在乎他没有本事，但结果呢，我什么都没有得到。与其这样的话，我还不如找一个家庭条件好，结婚后又能大家羡慕我的男人结婚。目前来看，赵丹桥是最好的选择。所以小夏，你一定要支持我。姐 ，App 的密码2046。谢谢小夏，爱你。你一大早跑到我这儿来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？我觉得你是不是想的太多了？虚拟和现实本来就存在着差异。我只是觉得，她和网上不太一样。在网上的洪小豆是个敏感细腻的女孩，而在我眼前，她却是另外一种类型。人在网络上本来就需要伪装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行了，你别想你的问题了，先回答我几个问题。你上一次的症状是几号出现的？你能不能不要每次我过来你就跟我说生病的事情？请你尊重一下客户的感受，好不好？我是医生，又不是卖保险的，我需要我的客户健康。你既不正视你自己的状况，又不肯按时吃药，又不按时来复查，哎，你的病情怎么能好转呢？
树洞先生，你好，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乐队叫 My Little Airport， 我的飞机场，很可爱的名字吧？这是我最喜欢的乐队之一哦，总觉得他们唱的就是我的生活。如果哪天他们来开演唱会，我一定会去看的。树洞先生，你在忙吗？不如休息一下，听首歌吧。哎，少爷，看什么呢？哎，我是问你，上回吃了药之后有没有出现什么反应或者副作用什么的？少爷，哎，少爷，看什么呢？我跟你说话呢。乐队的演唱会是蓝桥国际赞助的，下榻的酒店就在蓝桥国际大酒店。难道他会不知道？嘿，我现在有事情要走了。哎，等会儿，怎么我每次一说到生病或者吃药，你就是这种态度啊？行，我会记得吃药的。下回见啊，拜拜。哎，不是，哎，谭乔，这杂志我还没看过呢。丹乔，您这是？叫宁心，我有事情找他，我在大堂吧等他。啊，是。丹乔，你来找我也不提前说一下。你来找我，不会是给我送时尚杂志的吧？听说 My Little Airport 的乐队住在蓝桥国际。My Little Airport。嗯。哦，这是个乐队。嗯。想起来了，这个乐队的赞助商之一就是蓝桥国际。而且他们演出的时候会下榻到蓝桥国际。那你想看吗？你不会是他们的粉丝吧？好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我陪你去。丹乔，进来。怎么又是你？他怎么不给我送咖啡了？宁夏有自己的 case 了，他可忙了，那总不能老让他买咖啡吧？所以以后这样的工作都交给我吧。他最近手头上有 case， 就是米七月的那个 case， 所有人都不愿意接，宁夏就接了。我先走了。殿下，我们去走了啊，拜拜。小郑，把这份资料拿去复印一下。好的。宁夏，这2天做了什么亏心事？天天躲着我。我又没做错什么，干嘛要躲避我的上司？哦，你还知道我是你的上司？对呀，不然谁给我发工资啊？嘿，你听我说，米七月的案子你暂时不要跟了，太耗时间了。你回来公司，我还有别的事情更需要你。别呀，我觉得这个案子挺好的，虽然说麻烦点，但排场大呀，可以给我们做宣传呀。
哎呀，老板，你别管了，我会全力以赴的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下班了。董事长，我觉得怎么了？吞吞吐吐的，有话快说。也许是丹乔和宁馨正在交往的原因，他来南桥国际的次数也多了起来。你让广告部做个方案，我们蓝桥国际准备投放 MyWay 的网络广告，这个项目就交给宁馨，让他和满卫接触跟进。是，董事长。树洞先生，早上好。虽然咱们现实中已经见面了，但是为了延续我俩空中的奇缘，我现在还是恢复洪小豆的身份，用 APP 和你聊天。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不过现在还不能说，今天会给你一个惊喜。等一下，早上早啊！走。啊去！嘿，你能注重一下公共场合的礼仪吗？小夏呀，不是我说你。你这在大庭广众之下肆意打喷嚏这件事儿，真得改改了啊！做女人要神秘，要矜持。唉，你这臭毛病啊，真是。我有什么办法呀？我这鼻子很敏感嘛，一闻到香水味我就……是我身上的香水味吗？哦，大男人喷什么香水啊？啊！当当当当！隆重推出我的栗子味蛋糕。我郑重宣布啊，经过我 N 次失败以后，烘焙界的大门正式向我敞开了，漂亮吧？尝一下。不好吃，我倒贴100。哎呀，这看起来不错，哈哈。好吃好吃，好吃。哎，为你好呢，吃多了发胖。别呀，喂！来，吃蛋糕啦！来，女小姐，里面请。大家请，大家请。不好意思啊，辛苦大家一下，把这个衣服放在化妆间，辛苦一下，谢谢啊。就这么一个小工作室啊，我
我之前去的可是都是很有名气的摄影工作室啊。米小姐，有些情况呢，你可能不了解。摄影棚的好坏不在于大小，你看，都是这种灰布或者蓝布作为背景，更重要的是用心。那当然了，这好的摄影师啊，每小时都是6位数。你呢？米小姐，摄影师的好坏不在于价格的高低，不是说摄影师的价格越高，他的技术越好，更重要的是在于用心。您放心，我肯定会用心、全心全意为你拍摄，你放心。米小姐，你放心吧，他呢工作认真负责，而且他摄影技术1级棒，所以这点你就放心好了。你就是小德吧，小远的老婆吧？对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哎呦，你是不知道，我跟你老公短短认识几天，他张口闭口离不开你。你老公这么疼你，真是羡慕啊！米小姐，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，这位呢就是我老婆小德，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化妆师。你好。她呀师承韩国流派，给圈内很多的明星、大腕，包括艺人都化过妆。这一次啊，包你满意。好吧，那就让他试试。来，里面请。喂，志远，哎，你那个棚里拍完之后，你就转室外就行了啊。那个通告我发给你了，你看一下吧。这个你还问我呀？你不仔细看一下？好了好了，咱们外景集合啊。就这样，拜拜。怎么样？米七月的 case 还顺利吗？一切顺利。真的？你施了什么魔法，竟然能降服这位姑奶奶？其实米七月也没有那么难搞的，只要我们耐心的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的话呢，还是挺好配合的。真的？那赵总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啊。去吧。姐，你们两个认识，还是姐妹？丹乔，我们回你办公室说，好不好？她是你姐，她怎么认赵总的？宁夏，你到底用不用把我当好朋友？你说你是不是空降兵？如实招来。没有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我先去现场了。我被你们搞糊涂了，我想听你解释。上次在西餐厅，你们为什么装作不认识？告诉我。丹乔，其实小夏是我的堂妹，她的父母过世以后，就由我的父母收养她。我也想不到，我和你的缘分居然这么深，我的妹妹居然是你的员工。其实之所以没有告诉你，是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妹妹因为你我的关系在公司受到特别的待遇。我希望我的妹妹能够凭借自己的实力在公司站稳脚跟。是这样吗？丹乔，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这么多的阴谋论。今天我是来谈业务的。业务？我不是答应你给你个惊喜吗？什么意思？蓝桥国际要给我们 Mary 投广告吗？